甜心教主飞云究竟有多萌？一个甜甜的微笑就能让人一眼万年。当初飞云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趣事，呆萌的望向天空，笑得超级开心。像云端，山那边。只能说，虽然金虎皮糙肉厚很抗打，但飞云的颜值更抗打。花生形状的黑眼圈标志的仓鼠脸蛋，美到在一群熊里一眼就能认出来。而且他平日根本不需要做表情管理，不论是萌妹慢条斯理的咀嚼食物，亦或是心血来潮抱着玩具整活，每张截图都是微笑的模样。当飞云握紧小拳拳伸懒腰的时候，小家伙吐着舌头露出了甜甜的笑容，萌的在场游客不自觉惊呼，声音都变假了。感觉飞云从小就没听过人的正常发音。当初萌妹很配合的完成了行为训练，奶妈立马安排了马杀鸡和彩虹屁服务。小孩表现真好哈，哎，小孩表现的真好哈，今天是不是学习了？啊，今天上课了，是不是？哎呀，小孩表现真好。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妈满满的爱意。当听到对方要摸摸自己的脸蛋后，懂事的飞云立马把脑袋靠近，就是说不建议这么摸熊猫，我有红眼病。作为一只从小萌到大的胖宝宝，小时候的飞云其实比现在还要可爱。小家伙两手一揣，跟只小米老鼠一样，总感觉他在熊熊碎碎的偷吃小零食。当别的小熊都还在兵荒马乱的吃饭时，萌妹根本不用操心，乖乖吃着手里的窝头，圆圆的脑袋，毛茸茸的身体，鼓鼓的脸颊，没别的意思，问下同款熊猫玩偶哪里买。虽然熊猫界的漂亮小熊有很多，但飞云不仅好看，身上还有一股特别的力量，总能让心情浮躁的两脚兽感到片刻安宁。比如飞云乖乖地抱着自己的玩偶睡觉觉，嘴角弯起，好像在做什么甜甜的美梦，突然探出脑袋吓唬到姨后得逞的微笑，看得人心都快化了。谁不想在下班后看看飞云缓解疲惫呢？当正在炫饭的萌妹听到姨夸她好看，她开心的饭都不吃了，只为配合对方拍照，仿佛在说姨要在网上大大的宣传美貌，以免金虎那臭小子坏我声誉。别看金虎小时候特别爱黏在飞云身边，甚至甘愿当对方的提笋包笋小弟，可长大后这小子就在作妖的路上一去不返，不是大摇大摆的在飞云家里玩玩具撒尿标记，就是把他和萌儿的聘礼小鳄鱼咬得稀碎。当奶爸拿着玩具来跟飞云告状时，一向情绪稳定的萌妹瞬间怒火中烧，恨不能咬开铁栏杆去找金虎拼命。爹，看看你的小鳄鱼嘴怎么了？是不是你的小玩具啊？是不是进浦东了？是不是不高兴了？怀恨在心的飞云故意装睡诱捕金虎，趁对方想咬自己时给了他几个大逼斗，并死死咬住金虎的大脑门不撒开，急得亲妈粉大喊：飞云啊，你别咬俺金虎啊！能把情绪稳定的飞云惹到炸毛，金虎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也难怪飞云闻到他的味都会翻脸。原来飞云能成为无数猫粉心上熊，靠的不仅是颜值，更是事事有回应。他对饲养员的态度永远温柔至极。当睡梦中的萌妹被奶妈叫醒后，睡眼惺忪的她没有因起床气而乱发脾气，而是立刻咩咩叫回应，生怕对方等着急。别的小熊要磨蹭很久才肯下班回家，而不论何时何地，不论飞云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奶妈呼唤，他都立马予以回应。谁能拒绝一只又漂亮又聪明的小熊呢？看到奶妈辛苦的给自己扛来大竹竿，眼里有活的萌妹主动上手帮忙，一根一根往里拽，还知道放到一侧，直到全部拿进去才板板正正坐好。奶妈担心闺女个屁股，赶忙提醒。听懂的飞云用小手使劲往后推竹子，人里人气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别的小熊吃药需要奶爸斗智斗勇，而飞云只需要奶妈说吃药，他就来到门前坐好乖乖吃下去。就是说谁不想拥有飞云这样的女儿呢？当初飞云正处特殊时期，身体不适，奶妈便给宝贝闺女送来了美味果果。飞云不感兴趣，用小手往外推表示拒绝，但担心闺女的奶妈坚持让她吃几口，拗不过的萌妹只好乖乖接过来慢慢吃着，可爱又可怜的样子真的让人心软软。有时飞云不小心把窝头碰掉在地上，换成别的小熊可能就当场耍小脾气翻脸了，可萌妹却绝不会任性的冲着奶妈发脾气，而是乖乖听对方指挥，低头仔细找寻。其实飞云不止在奶妈面前温柔乖巧，小家伙无时无刻都在散发魅力。当奶爸端着一筐笋笋来投喂宝贝闺女时，萌妹举着笋笋满脸笑意的盯着他看，还不忘靠在玻璃边上跟奶爸贴贴碰鼻尖。就是说这妖是妖定是定的，谁能不明？当发现姨姨们正在给自己拍照时，原本正发呆的飞云立马板板正正坐好，眼里的清澈和单纯简直萌化人心。都说飞云拳打金虎，脚踢妙音是个暴力狂，但当妙音下意识靠在他身上吃笋笋时，好脾气的萌妹就乖乖做妹妹的靠枕，生怕对方倒下来，身体一动都不敢动。同样是洗澡，肉姐洗出了黑山老妖的笑声，而萌妹却露出了足以甜化人心的笑容。不得不说，这颜值在整个熊猫圈都相当炸裂。如此古灵精怪的大美女，谁能不爱？飞云绝对是最喜欢抱玩偶的小熊，每个毛绒玩偶都被她温柔以待。只见飞云抱着奶爸送的暴力熊玩偶，像人教版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温柔。很多网友看到这幕后都忍不住评论：如果飞云有宝宝，肯定特别会带娃。
其实萌妹从小就特别喜欢玩偶，当初萌二奶妈给她送了3条小鳄鱼，小家伙喜欢的不得了，翻来覆去的玩，甚至开心到抱着玩偶不停在地上打滚，把隔壁妙音羡慕的都没胃口吃饭了。但当奶妈偷偷把玩偶拿给妙音玩时，她翻来覆去看了一下就彻底失去兴趣，内心 OS 这玩意既不好吃也不好玩，真不明白我姐是怎么喜欢上的。当飞云走出房门准备迎接游客时，突然想起自己的小白象好像落在了别处，他着急的饭都不吃了，来回找了好几遍，直到找到才心满意足的带出来一起上班。有网友猜测是因为飞云母性很强，所以才对一切能抱在怀里的东西情有独钟。当初飞云假孕闭关后首次与游客见面时，他怀里就抱了一个崭新的熊猫玩偶，满脸委屈，简直给姨们心疼坏了。虽然网友们都赞成萌二和飞云，但其实两熊只是大家磕的 CP 而已。萌妹唯一一次能做妈妈的机会，是和金虎被选中旅居印尼的那次，但那时印尼刚好爆发海啸，受灾严重。等到再次选熊猫时，就换成了彩桃和胡春，而飞云和金虎也彻底在大连定居。虽然不能生宝宝，但却得到了更多的关爱。据说有次萌妹吃累了倒头就睡，结果游客们误以为小家伙晕倒了，赶紧通知了保安和饲养员。远在另一个山头的大园长听说后，踩着风火轮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生怕宝贝闺女真出了意外。感觉园长看到飞云安然无恙都要哭出来了，并且飞云还是熊猫界唯一没有听过两脚兽正经说话声音的小熊，哪怕身在当地人爽朗热情的大东北，听到的也都是饲养员和游客的夹子音。这是谁呀，小懒家？是飞云呐！哎呀，飞云呐！哎呀，好宝宝的。别的小熊拆家饲养员看到两眼一黑，恨不能把自家臭小子打一顿，而飞云拆家得到的却是奶爸的彩虹屁，甚至不让孩子拆家是害怕他受伤。要定死定了，多好！哎，别砸头，别砸头！不说你不行了啊，你不能这么玩啊！木头掉了我倒不管，你砸头怎么办？不得不说，奶爸绝对是一位女人。但仔细想想也就明白了，毕竟谁能不爱这么可爱乖巧的萌妹呢？也祝愿我们冯猫猫往后熊生永远无忧无虑。飞云呐！千万不要再说飞云是张飞的飞赵云的云了，我们萌妹可是超级温柔的小熊。这天飞云在院子里逮到一只咕咕鸟，本以为这只鸟会小命不保，没想到被萌妹叼了一路，竟完好无损。要知道大熊猫可是有食铁兽之称，坚硬的竹子都能被它们轻轻松松咬断。由此可见，飞云对待咕咕鸟真的很温柔。要知道虫洞小辣椒爱杰可不是这样，每次看到小鸟都要追着人家满院子飞，然后不是把人家玩死，就是一屁股坐死，最后仍不解气的拽紧，甚至把人咕咕鸟的老巢端了。如今才1岁的他手上就沾了7条鸟命，果然没有对比就不知道飞云有多温柔。不仅如此，萌妹的可爱更是溢出屏幕。谁还没看过飞云伸懒腰打哈欠，握紧的小拳拳萌化了姨们的少女心，吃起笋笋来也是超级温柔。而抱着小象玩偶睡觉的飞云，完全就是一个乖宝宝。如此治愈人心的一幕，瞬间赶走所有不愉快。难怪飞云奶爸如此稀罕这个大胖丫头，毕竟这样的小熊谁看了不心软软？当萌妹用脑袋顶木桩时，担心宝贝丫头会被砸到的奶爸赶紧制止。别砸头，别砸头！不说你不行了啊，你不能这么玩啊！木头掉了我倒不管，你砸头怎么办？飞云听到后就乖乖坐到一旁，奶爸看到闺女的小花脸，立马开启彩虹屁模式。你转过来，我看看。再跑，我看头顶。哎呦我的妈呀，还盖个船挂上了。哎呀，好看好看。哎呀，好看好看。哎呀，大姑娘就在表扬，就在夸。咱就是说飞云这么可爱，拿娇羞的小拳拳捶一下金虎子，难道大胡子就一点错没有吗？事实也证明金虎确实有点气。这天飞云正在安安静静的睡觉，可隔壁的大胡子偏要来打扰萌妹的美梦。起初好性格的飞云没准备动手，只是想让金虎一边玩去，没曾想调皮的大虎子还玩上瘾了，仗着有一扇门挡着，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甚至还得寸进尺咬了飞云一口。这下萌妹困意全无，彻底生气，但隔着铁门她还真拿大金虎没办法。大虎子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越来越嚣张，可把飞云气坏了，疯狂挠着金虎。最后大胡子还是大意了，直接被萌妹咬住了腿，并且还是连咬带拽给金虎疼的嗷嗷叫。饲养员看到后赶紧劝架，奈何于事无补。玩咬上了，只能说惹谁都别惹我们飞云，否则他会让你知道萌妹的拳头有多硬。大熊猫本是多情动物，可虫洞却专产痴情女熊，婆媳3代都是痴情种的事迹有多炸裂？第一位大熊猫是虫洞老祖星星，也是旅美大熊猫乐乐的妈妈。1992年，星星被安排和上海动物园的川川相亲，两熊一见钟情，从此以后他们的眼里都只有彼此。
再也容不下其他熊。更难得的是，星星和川川虽是异地恋，却做到了相伴终生。每年春节，川川都会坐飞机飞往重庆跟老婆团聚，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两熊一见面就激动不已，表达着对彼此的喜欢。没到合笼时间，他们也不会去内舍睡觉，而是隔着铁栅栏努力依偎在一起。星星和川川共育有8胎10仔，最后存活下来的有6只，其中1只就是旅美大熊猫乐乐。可以说乐乐真正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不幸的是，在2010年，川川永远的离开。当时基地又为星星安排了其他相亲对象，热情似火的亮亮非常喜欢他，可星星的心里却只有川川一熊，因此对别的男熊的靠近十分抗拒。没曾想求爱不成的亮亮竟对他大打出手，虽然工作人员及时将两熊分开，但星星的后腿还是被撕咬，受伤严重。那段时间他经常独自一熊坐在拱桥上发呆，哪怕下雨天，星星也要拖着2条受伤的腿匍匐爬到拱头，只因那里曾经是自己和川川约会的地方。第2位痴情女熊正是星星的儿媳妇亚老二，亚老二的眼里就只有隐忍。以前两熊住在隔壁，他时不时就去等对方聊天。两熊共育有6仔，也就是虫洞大名鼎鼎的1、2、3、4、5、6只，6朵金花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在感情这方面，玲玲就不如亲爹川川坚定。后来他还跟野生大熊猫草草生下了2条。第3位痴情者正是大家所熟知如等小鲜肉5阳6年的蓝香，也是星星老祖的孙媳妇。当时虫洞给8岁的蓝香安排了相亲，没曾想他一眼就相中了小鲜肉5阳，奈何5阳当时才2岁，估计都没动眼。可蓝香就是非他不嫁，心甘情愿苦等6年，直到14岁他才终于得偿所愿，并一举生下虫洞皇太子鱼宝和女娃鱼贝。17岁时，蓝香去熊猫中心相亲，又一眼看上了5阳，生下双双和虫主。然而兰贵妃对他爱得如此痴狂，大猪蹄子5阳却是个渣熊。如今生活在成都基地的他，2个邻居分别是旅日回来的英邦和陶邦。5阳这小子天天偷看2个漂亮妹妹，估计早就忘了大明湖畔的兰香。盘点熊猫界那些反差感极强的兄妹，谁能想到这竟是一个妈生的？第1对兄妹是园子和圆润，园子战斗力超强，拥有满身腱土肉，走起路来霸气侧路，眼神坚毅，一眼望去像是背了几条熊命在身上。袁庚尧堪称熊猫圈的顶级大佬，还因此被广大网友尊为元火。然而他不仅长相霸气，体格也是完美继承外公科比。科比可是当时基地史上最重、体格最大的熊猫。本以为双开门还会本交的乐宝已经是熊猫界的猛男天花板，没想到对比园子还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谁又能想到威猛霸气的园子背后竟有个傻白甜妹妹圆润？袁世兰从小就自带搞笑天赋，因为酷爱挖眉，发色总是黑黢黢，像是被劈崩过一样，再加上尖下巴和炸毛儿显得萝莉土气，因此直接被广大网友们称为潦草小狗。而每当谭爷爷掉猫时，圆润总是呆呆的张大嘴巴，静等美味果果飞到自己嘴里。不仅如此，小狗吃饭前还要做祷告，在心里默念完咒语后才会享用美味竹子。洗澡的时候，圆润更是妥妥的搞笑熊，张着大嘴摇头晃脑，别提有多开心了。只能说园子和圆润兄妹俩，一个挺猛，一个挺萌。第2对兄妹是公仔和花花，被称为镇北大将军和他那不谙世事的妹妹。公仔是整个斧头山最不好惹的存在，因为一身武艺成为了功夫熊猫的元气，江湖雄称西区战神，曾经因为暴揍继父美兰彻底出名。公仔3岁时早已干翻群雄，而花花3岁还得被爷爷抱着回家，最近还因身高不达标又在幼儿园留级。只能说相比大哥公仔的威猛霸气，花宝鸡简直就是个温柔的小宝宝。第3对是元小和贝贝，其实两熊按血缘关系来说是表兄妹，但也架不住元小和贝贝的反差感太强了。红的美人脸。同样是泡澡，贝贝洗澡主打优雅恬静，像极了富贵人家的大小姐，而哥哥的显眼包行为，妹妹看了都得摇摇头，并且这个大哥的画风较之前2位略显搞笑。园子和公仔都是一战成名，可元小却是一坨成泥，只因看热闹，结果被袁大和5一误伤。为了方便治疗，医生不得不扒掉他的毛骨，但考虑孩子大了还是得留点面子，医护人员还是贴心给元小留了双优弟弟。虽然元小的战斗值稍有逊色，但这长相绝对是熊猫圈数1数2的霸气，吃起竹子来一脸的凶神恶煞，这不好惹的模样跟园子有一拼。而妹妹贝贝却是出了名的社恐小熊，在内场总喜欢背对着游客，那坐姿像极了老干部。或许是仗着有毛裤哥撑腰，偶尔贝贝也会跟游客交流几句。贝贝，哎呀，贝贝你可可爱了，在哪亲亲你？贝贝，吃饭了没有啊，贝贝？果然每个大佬熊背后都有个傻白甜妹妹。你还知道哪对反差感极强的兄妹吗？云呐，甜心教主飞云究竟有多治愈？多看一眼都会让猫粉沦陷。这天，一群小麻雀来偷吃飞云的食物，被称为金刚芭比的他没有暴跳如雷，而是满眼温柔地注视着咕咕鸟。要知道，虫洞小辣椒鱼爱可不会这样，每次看到小鸟就要撵着人家满院子飞，不是把人家玩死，就是一熊定做成2弟的。
甚至斩草除根端了姑姑鸟的老巢。虽然已经爱上很多熊猫了，但看到飞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看它腰是腰，定是定的多可爱。这珠圆玉润的小身材，这国泰民安的小脸蛋，还有这贵妃躺，谁看了能不迷糊啊？飞云就连打喷嚏都带着笑容，小手捂着。果然萌妹不论做什么都是无敌可爱。相较之下，二顺打喷嚏就像摩托车打火似的，一连12个毛孩子的脑袋都快甩飞了。果然没有对比就不知道飞云有多可爱，并且萌妹睡着吐舌头的那颗心都快化了，打哈欠也要攥着小拳拳扑腾小脚丫，就算睡姿有点豪放，也阻挡不了她是最美的熊熊。对方脚麻了的对呀。都说飞云脾气暴躁，拳打妙音，脚踢金虎，但萌妹这么可爱，就算她有99.9%的错，其他小熊就没有0.01%的错吗？飞云雪中吃竹子的画面唯美到时间静止，浑身散发光芒，就好像天上的仙女降临人间，惹得猫粉不停惊呼，献上一连串彩虹屁。哎，你漂亮的呀！哎呦我的天呐，飞云呐！哎，你好漂亮！不过大胡子表示完全不能赞同，都是装的呀，家人们。他抡圆膀子揍我的时候，你们看不见吗？就是说美女有点小脾气也很正常吧。更何况大胡子被揍完全是自己做出来的。都知道先前萌二奶妈带着聘礼来提亲，飞云娇羞的抱着小鳄鱼玩偶，爱不释手，心想终于可以脱单当妈妈熊了。谁料爱情的小火苗刚刚燃起就焦得透心了呀！原来大胡子趁萌妹不注意咬坏了小鳄鱼，这坏的哪里是玩具，分明是飞云的爱情红线。你今天给飞云的玩具弄坏了是不是？你是特意的吗？金虎心想我是什么身份，实力摆在这呢。可奶爸转眼就拿着小鳄鱼跟飞云告状去了。一向情绪稳定的萌妹恨不能钻出门缝，和金虎大战300回合。爹，看看你的小鳄鱼嘴怎么了？是不是你的小玩具啊？是不是性主动了？你是不是不高兴了？不敢管它，咬它呀！只能说惹谁都不要惹我们飞云，否则他会告诉你萌妹的拳头有多硬。为什么大家怀疑过花花是男熊，都没想过荷叶是女孩？只因这孩子性格实在太跳脱了。两熊一起撸串，女明星优雅呆萌从容淡定，然而叶子像饿了800年的狼，就差连盆一起吃了。在花花安静躺平的几分钟里，他能发300回疯。只见叶子熊来风霍霍完竹子，又去推扫花宝鸡，还抽风似的摸姐姐肚子，仿佛在确认吃饱了没。相较之下，叶子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癫猫气质，当小荷花走路都不稳，只会栽跟头的时候，小叶子已经像兔子一样蹦跳着翻跟头，并且他每天鬼鬼祟祟，逮到机会就要吓姐姐，一个猛冲直接把正在神游的花花吓出了症。当叶子安静时，只是在计划下一步该如何捣蛋。弹射后仰像小钢炮一样把花花脑瓜子砸得嗡嗡响。有别熊在时，叶子是姐姐的底气和保障。只见他一把夺过艾灸的竹子塞给花花深藏功与名，而单独相处时，叶子就变成危险级别 Max 的坐骑，偷走花花手里的竹子就一溜烟滚远了，只留下女明星原地发愣，小手无处安放。不过好脾气的花宝鸡也会被臭叶子惹到暴走，因为花花走路慢，跟在他屁股后面的荷叶不停催促。女明星烦了，当即炸毛，转身小手使劲一拍地，催催催，就知道催有本事你飞起来啊！而荷叶之所以被网友称为瓜弟弟，也不是没有原因。只见他呆坐木架上，两脚并拢，忧郁气质，一览无余，还把下巴卡在树杈里练习微笑唇。更重要的是，这家伙吃蛤蟆吃得津津有味还不算完，没几天他再次攥着一个蛤蟆干吃的嘎嘣响。不得不说，这简直比熊猫吃大葱还要炸裂。难怪无数网友无法接受瓜迪迪变小姑娘，这跟范丞丞女扮男装勇闯娱乐圈有啥区别？感觉小叶子的飞吻媚眼瞬间没眼看了。远在韩国的福宝听闻绯闻男友突然来月经后，直接绷不住了，家熊们谁懂啊？未婚夫变闺蜜了。好在两熊还没相亲，不然福宝就跟金虎一样，结婚前夕老婆变老铁了。恐怕小叶子变女熊最高兴的就是谭爷爷。以前他喊荷叶吃饭时声音中气十足，生怕饿到花花来不及等叶子就扔过去损损。荷叶，花花，花花，自从知道荷叶是妹妹后，声音越来越假了。荷叶无语，爷爷你让熊熊我感到陌生。荷叶过来，我在出差2天，你们的姐妹有没有好生吃竹子？哦，荷叶是妹妹哦，以后就不能喊弟弟啊。只能说今年的炸裂新闻属实有点多。秦大朵男熊变女熊，再变男熊，反转中的反转。只要花花不变成1.5米的哥哥熊，哪怕有天谭爷爷变谭奶奶也能接受。同样是被爱宝暴揍，福宝和瑞辉姐妹有何不同？福猪猪从小就一身反骨，又菜又爱玩，妈妈越不让爬树，福宝就偏要爬给他看。爱宝气得差点咬碎一口，银牙攥紧，双拳冲上去，一顿操作把闺女从树上教育到泥地里。然而刚撒完气的爱宝还没来得及喝口水，调皮的福宝就再次对木架发起了冲锋。爱宝怒火直冲天灵盖，立马送上挨打教育。没想到骨骼惊奇的福宝还想冲上去还击，只能说够勇小家伙，请你自求多福。这天福宝不怀好意的蹲最后一颗油菜花旁，
还顺便甩了来一探究竟的老母亲一巴掌。想到反正昨天、今天、明天爱宝都会揍自己，那就干脆先下手为强，搞个轰轰烈烈的事业。接着福宝开始恶狠狠的手撕油菜花，仿佛跟对方有啥血海深仇似的。结果扭头就被爱宝雄臧巨火，被压着游街示众后就要当众问斩，死都要死了。福宝顺势扣了下妈妈的鼻孔，反正就是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只能说福宝每顿揍都是凭实力获得，每次纷争都是他自己挑起来的。无法无天的福宝不是咬妈妈后背的毛，就是用艾女士美丽的脸蛋擦屁股。真香。以至于后面爱宝看到他作妖后也懒得管了，甚至还躲起来拒绝大胖闺女靠近。就是福宝这小玩意越不理他越蹬鼻子上脸。只见正在干饭的爱宝突然瞥见福宝跑来，面上满是无尽的忧愁，仿佛在说求你别过来。但福宝假装没看见，一定坐在妈妈身旁。艾女士忍不住叹息，感觉竹子远没有刚才美丽，因为积累了不少血泪，使爱宝决定不惯着孩子。所以当辉宝才屁大点就敢上手伤他老母时，爱宝直接一巴掌扇得他找不到东西南北。不得不说艾女士这招还真是高明。当她叼着瑞宝哐哐往树上撞做抗摔打训练时，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姐妹俩的无所适从和恐惧。辉宝眼睛瞪得滴溜溜，连大气都不敢喘。可怜的瑞宝脑瓜子嗡嗡的，还被甩飞了，以至于双胞胎看到爱宝就吓得四散而逃。相较之下，福宝挨揍时会护住天灵盖，或许是被老妈揍出了条件反射。福宝原本只是想吃饭桌上的竹子，结果爱宝察觉到他靠近后挥舞着手，猛地转身，福猪猪下意识捂头，身体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下来。看来血脉压制这招连福宝也抗拒不了。不知未来瑞宝、辉宝适应拳头教育后，爱宝还能否压制住俩熊孩子？金刚芭比飞云的气场有多强大？一个眼神就把妙音吓得瑟瑟发抖。这天妙音闲来无事玩起了饭来，没曾想叮叮咣咣的噪音把正在睡美容觉的飞云吵醒了。只见萌妹满腔怒火做出攻击姿势，心想到底是哪个大傻春在作妖。感受到背后惊人的杀气，心虚的妙音紧紧抱着盆不敢吱声，还被滚到脚边的玩具吓得一激灵。只能说金刚芭比的强大气场不是一般小熊能承受的。而飞云不仅会让妙音保持安静，还能让话痨金虎立马闭嘴。小虎，你去睡一会儿觉吧。啊，你刚才吃了那么多竹子和竹竿，你看人家飞云就上去睡觉去，你也去。午休时间，金虎正悠哉悠哉散步，结果奶妈一声飞云在睡觉，大胡子恨不得立马插上翅膀飞走。当金虎躲到吊床上却不小心弄出声音时，担心萌妹会赏给自己一顿羞羞的铁拳，大胡子心慌不已，满院子奔跑寻找庇护，甚至出卖色相祈求游客救自己出去。只能说没熊能在飞云眼皮下撑过3秒。这天显眼包金虎正在树上蹦迪，嘿嘿，看我这大长腿，你们羡慕了吗？转头突然发现隔壁飞云正盯着自己，吓得他赶紧从树上爬了下来。大娘们今天怎么也在？赶紧让我吃口竹子缓一缓。哪怕金虎什么错都没犯，都会瑟瑟发抖。当初飞云征用妙音的场地过生日，金虎一觉醒来，本想偷偷瞄一眼大侄女，结果看到了萌妹，吓得趴在木架上不敢动。或许是认为飞云把妙音杀熊灭口，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直到萌妹吃饱喝足睡觉觉后，大胡子才敢下木架吃东西喝水，之后还牢牢抱着武器进入防御状态。但就他这战斗力，顶多给萌妹挠挠痒罢了。不得不说，金虎真是熊前熊后两副面孔。平日总是对着萌妹抱枕拳打脚踢，心想打不过飞云，难道还打不过抱枕？但当看到萌妹来和自己做邻居后，金虎为表忠心，干脆把飞云抱枕带在身边，一顿贴贴抱抱举高高，简直不要太喜欢。然而最后大胡子硬着头皮准备睡觉时，这家伙总感觉自己背后凉飕飕的。果然亏心事做多了终究会翻车。当初金虎将魔爪伸向睡梦中的飞云，萌妹只是不耐烦的挥挥手，并没有生气，结果他变本加厉一口咬住飞云脑门，萌妹彻底被激怒，打算跟他好好较量一番。结果金虎仗着大门保护，愈加放肆，最终被飞云咬住嘴筒，疼得嗷嗷叫，只得连连摆手求饶。还咬上啊！飞云啊，你别咬俺金虎啊！只能说没熊能跟飞云过上几招，难怪妙音和金虎都不敢再招惹萌妹。节后复工第一天，全国各地的大熊猫都摆烂了。我不想上班，哪个想上班，哪个就去上嘛，让我下岗，我累了。原来就算是国宝大熊猫，主打的也是以摆烂应付上班，就连几个月大的宝宝都不例外。上班时间倒头就睡，甚至呼噜声震天。大熊猫和和营业时心不在焉，迫切的守在门口等着回家。平日最喜欢的竹子也难以下咽，最后更是靠在墙上睡着了。直到奶妈打开门才变得活蹦乱跳，而被迫营业的杰邦更是倒头就睡。只见他强行开机走到独木桥上，然后原地摆烂毁灭吧爱谁谁。果然摆烂什么的要从娃娃抓起。长大之后，杰邦更是变着法子摆烂偷懒，下班得抱着上班，也要奶妈拖出来。
就算小苹果在嘴边，他都懒得张嘴。一个小苹果就想打发我，美美奶妈，你别拉我，我可不上班。只能说熊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这天墩墩外公来接蛙哥回家，小家伙立马耍赖躺地上不想回去，整只熊像面条似的又软又滑。最后还是墩墩奶爸把蛙哥气回去的。不过蛙哥再长大些就得抬猪式下班了。只见饲养员们合力抬着摆烂的嘉兴，中途甚至支撑不住掉在地上，整出了震感。看得出这小妮子死沉死沉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主打一动不动随便抬。果然摆烂很爽，一直摆烂一直爽。熊猫小奇迹最近就领悟到了真谛，以往满场溜达走模特步的他，竟彻底放飞自我，开始躺平式吃播。或许这就是在自家的安全感和底气吧。一向敬业的女明星花花也开始摆烂，竹子啃不动就直接躺平睡觉，心想一会还是找谭爷爷开小灶吧。想到还在上班，花花就躺着跟游客招手，表示今天营业额已完成，姨姨们自便。快下班了，花花早早的守在门口躺平，内心美滋滋的她得意的晃悠脚丫子。叶甜甜看不惯姐姐如此悠闲自在，因此当花花再次故技重施时，叶子赶忙冲过去要姐姐陪自己玩，结果花花顺势躺在地上摆烂，还挥手让她走开。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叶甜甜的无语，于是她强行托起一动不动的花花，表示要想长高高就得多锻炼。为了逃避营业和叶甜甜的打扰，花花选择藏在竹子里，怀里还抱着一捧，圆滚滚的身体立马被挡得严严实实。不得不说，花花的心眼全用在摆烂上了。此外，熊猫界劳模灵言同样不想工作，只想睡觉。面对现实吧，睡个100年。果然，无论是哪种生物，都无法逃脱摆烂的诱惑。直到看见阎王皓月误食氢气球，才明白不良游客有多可恶。起因是春节假期期间游客众多，有人不小心把气球放飞到皓月家中，刚好被在外营业的阎王看到了。因为成年熊猫具有一定危险性，不能近身，奶妈急得不停呼唤，并用笋吸引他注意力。结果皓月一门心思扑在新鲜玩意上，甚至气球到手后，他直接撕咬并吞了下去。都知道熊猫误食异物后果非常严重，不到2岁的宝星就是因游客乱投喂去世。但即便如此，现场竟还有人起哄拍手叫好，只能说永远不知道不良游客的下限有多低。皓月吃的没滋没味，很快就放下气球回家了。然后工作人员赶忙趁着收回猫的间隙，仔细清理了剩余的气球碎片。而园方得知情况后反应非常迅速，第一时间禁止游客携带气球上摆渡车，并安排专家为皓月仔细做了身体检查。好在小家伙身体健康，并未吃下气球。休息过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调皮。只能说，不论是放飞气球还是起哄的游客，不管是否有意，所作所为都非常令人气愤。明明园内到处有文明观猫的标识，可不上心的游客总是能闹出各种意外。节后开工第一天，就有人把手机掉进了北洞影后蒙蒙的外场，幸亏徐老爷及时赶到，才没有造成意外。而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梅兰肉肉以及乔包包外场都掉下过手机，因为担心有细菌亦或者划伤肠道，游客们急得不行，提醒小家伙不要吃。最后还是奶爸拿来夹子把手机给取走了。然而丢手机的游客不仅没有意识到错误，竟还跟旁人炫耀手机被熊猫咬过。只能说不是每位游客都有素质和责任心，哪怕无数悲剧就在眼前也选择忽视。甚至连花花荷叶这样的顶流明星熊猫都会遇到无良游客乱投喂的现象。这天花花正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谁料游客竟抛来一颗枣砸到他身上。被惊醒的花花好奇地试探着食物，围观游客纷纷呼唤小家伙不要乱吃。可充满好奇的花花并没有听粉丝劝阻，而是轻轻咬住就准备品尝。意识到不对劲的谭爷爷及时赶到，用苹果和窝头吸引开花花的注意后，立马捡走了不良游客丢弃的食物，这才没造成悲剧的发生。如果不爱，请别伤害。每只大熊猫都是治愈人心的天使，都值得被人们好好守护和疼爱。云呐！甜心教主飞云究竟有多可爱？就连拆家都拆出了大家闺秀的感觉，咬一口吐一口，一举一动都优雅至极。果然长得好看，干什么都招人待见。当假运出关的飞云来到妙音家营业时，突然发现顶棚好像很好拆的样子，于是妙音家分分钟就变成了战损风格。奶爸闻讯赶来，原本想教育下闺女，但看着飞云可爱的容颜和呆萌的笑容，话到嘴边却实在狠不下心来责备她。飞云，奶爸喊他了，他听见了。还笑呢。不得不说，第一次见到飞云心虚的模样。虽然已经爱上很多熊猫了，但看到飞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就连东北女人看到她都会自动夹子音。飞云，起来吃饭啦！饭啦！来拍呀，宝拍呀！想必没人能拒绝萌妹的超大对脸自拍吧，甚至还会歪头吐舌头，一整个美颜暴击。坐在墙边吃竹子时，完全就是个胖宝宝。
软软糯糯、奶乎乎的样子简直萌化人心。只能说，就冲飞云这绝美的脸蛋，就算他把金虎打得嗷叫，猫粉们也愿意替大胡子原谅萌妹。当飞云发现院子里多了个大坑后，他立马跳下去，按照身材继续刨。很难不怀疑飞云是想把金虎埋进去，可看着萌妹探出的半个小脑袋，就会觉得只要她开心就好。俗话说，美貌和智慧不可兼得。飞云有时像极了傻白甜女主角。这天奶妈给萌妹送加餐，飞云一手拿一个刚塞到嘴里吃，再看到奶妈又递给自己一根后，大飞云 CPU 都要干烧了，想不通两只手如何能拿得下3根笋，感觉飞云可以跟香香灵颜请教一下。只见小公主先是往嘴里塞了2根竹笋，再捞起1根用脚勾住3根笋，轻松到手。而胖妍更是一张嘴咬住5根竹子，只能说车座子脸还是有好处的。都说能打败飞云的只有飞云小时候，萌妹从小就自创了抬头式干饭法，一脸享受的模样显得更奶更软萌了。不过萌妹如今举止慵懒，性格文静，小时候却是舍友中最活泼最脏的那个。为了获得一一的抚摸，愣是压在金虎身上，还像个话痨一样不停愣叫回应对方。随后表演欲超强的飞云表演了个粤语，就是不小心踩空从窗台上摔了下去，惹得姨姨和一旁的饲养员心疼不已。而一直主动往前凑的金虎却只得道句评价：哦，应该是入园吧，底子这么差。杀熊诛心也不过如此了吧？只能说没人会不喜欢古灵精怪的飞云。原来大熊猫也有与生俱来的松弛感。身为土生土长的四川娃子，花花从小就学会了原地躺平。被叶甜甜从背后偷袭，他就直接顺势躺着继续吃。哎呦，还在吃啊，还在吃啊！如果吃饭时遇到啃不动的竹子，花花一把丢下，直接躺下睡觉。心想爱谁谁，本姑娘不吃了。这松弛感简直和他老爹美兰一模一样，想躺哪里躺哪里，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真不知道洁癖公主成功是如何看上这埋汰矿工头子的。光头星身为收租老广，家财万贯，每天悠闲地靠在宝座上观赏风景，简直活成了所有打工人羡慕的样子。甚至因为新一吃太多又不爱运动，他腰是腰，定是定，身材格外肥美，直接跻身熊猫圈模特前10名。劳模灵颜则是有活整活没活原地摆烂。只见胖妍站到坦克车上准备表演个擦玻璃，没曾想一个不留神直接摔了个屁股墩。胖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拽过旁边的竹子吃，主打的就是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会。而这小子睡觉时如果使意来袭，直接撅起屁股释放自我，小手抓着吊绳仿佛很使劲的样子。萌家大少爷萌大松弛感更是拿捏得死死的，一张吊兰猫猫头不知萌化多少姨姨的心。当3D萌兰穿着貂冒着高温出来营业时，萌大果断躺在门口只露出一颗熊头，心想好歹也是在营业看看算了。胖大海虽社恐，但却将摆烂贯彻到底。老爷来送加餐，他懒得起身，直接张大嘴。没一会儿，小饭桌上就堆满了笋皮，而大海吃饱喝足后也不愿起身活动活动，翻了个伸倒头就睡，还顺便拉了坨青团，主打的就是一个氛围感。小奇迹如今的睡姿也越来越豪放了，不仅能跟哥哥贝贝一样坐着呼呼大睡，还能4脚朝天袒露肚皮，丝毫不注重隐私。果然还是在自家好啊，安全感满满。都说成大带娃活着就好，一开始他还在尽责的给仔仔喂奶，然而母慈子孝的场面还没有维持多久，成大就开始耐不住想摆烂的心了。只见他熊熊碎碎的偷瞄了眼外面，确认奶妈不在后，直接开始摆烂，顾不上怀里吃的正香的幼崽，啪叽一下直接躺到了地上。仔仔喝不到奶急的小手不停扒拉老妈，谁料成大丝毫不理会，闭上眼就准备睡一觉，甚至顺势把脚搭在了熊孩子身上，这松弛感简直拿捏得死死的。如此可爱的大熊猫，大家爱了吗？混世小魔王福宝又上线了。这天江爷爷来给福公主送竹子，福宝边吃窝头边琢磨着干点坏事，随后悄悄把脚蹬在木桩上使劲蓄力，一个猛子差点把江爷爷送进医院。看着爷爷惊慌又无奈的笑容，福宝得意的翘着脚丫继续干饭。果然不论年龄体型如何变化，福公主依然是个爱玩闹的宝宝。这天宋3岁来给福猪猪送竹子，也不知怎么惹了小公主生胖气，福宝便假装若无其事的靠近宋3岁，随后冲上去给对方小腿来了套组合拳。宋3岁以为孙女是在跟自己闹着玩，还顺手把福公主团成了个熊猫蛋，这可算是把我们小魔王惹火了，一个抬头差点让宋3岁凉凉。都知道福宝小时候是出了名的静谧，无论爷爷如何威逼利诱都死活不肯回家，只有获得爱宝的一顿痛扁后才老实。但其实无论什么艰难都无法压垮福宝，只见他乖乖跟在爱宝屁股后回内射，结果当大门即将关闭时立马伸腿阻拦，随后就像泥鳅似的从缝中钻了出去。不过没高兴多久就被爱女士拖了回去。有时调皮的福宝会故意跟妈妈对着干，爱宝担心闺女爬树会摔伤，便禁止她爬，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福宝从不听话，气得爱宝直接给闺女来了个脸部死亡。心疼的江爷爷在一旁不停劝架，就连回到内舍，福宝也能惹爱宝生气。一大早母女俩各自占据房间的角落，江爷爷看到这一幕 CPU 都快干烧了。
福猪猪看到爷爷后，心虚的不敢吭声，爱宝则缩成鼓鼓的一团，闭目养神。经过将爷爷的调节，母女俩重归于好。只是吃饭时，小福宝又犯了老毛病，一直抢妈妈手里的竹子吃，结果被艾女士眼神制裁。至于福猪猪为何如此调皮捣蛋，除了跟爷爷们的宠爱有关外，还离不开将送爷爷的以身作则。将爷爷前脚刚阻止福宝扒拉扯，甚至还为此发出灵魂尖叫，结果后脚自己也跟着玩了起来。而显眼包送3岁就更幼稚了，本来秋千是送给福宝的儿童节礼物，完成后送3岁上去试验下牢不住，结果自己越玩越嗨，就差飞出去。虽然2位爷爷都是40、50岁的人，但提及福宝最爱谁时，个个都像老顽童。送3岁甚至直接躺地上打滚撒泼，果然谁养的熊猫就像谁没有例外。原来金虎的每顿做都不是白挨的。都知道飞云有个小白象玩偶，是奶爸奶妈亲手给闺女编织的。萌妹很喜欢每天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就连睡觉也要抱着用手轻拍小白象。然而这天飞云下班的时候，不小心把小白象落在公用通道内，刚好被路过的金虎发现了。大胡子好奇地抱起小白象仔细闻了闻，发现上面沾满飞云的气味后，吓得手都抖了。随后做贼心虚的他趁四下无人带走了玩偶，这要是被飞云知道了不得，扒了他的皮。当初萌儿的奶妈带着聘礼去提亲，飞云很给面子的接受了小鳄鱼玩具，心想本熊的盖世英雄终于出现了。谁料爱情的小火苗刚刚燃起就被浇灭，嫉妒心爆棚的金虎趁其不备咬坏了小鳄鱼，这坏的哪里是玩具，分明是飞云的爱情红线，气得我们萌妹差点要咬碎铁栏杆去揍他。爹，看看你的小鳄鱼嘴怎么了？是不是你的小玩具啊？是不是性主动了？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啊！不得不说，大胡子是一点记性都不长，而奶妈为了不让好蛋儿挨揍，估计已经在连夜搓洗小白象了吧。其实也不怪飞云不待见大胡子，属实是他办的事有点缺德。这天金虎意外发现飞云的院门没关，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参观机会。随后就见大胡子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四处嗅着味道，表情中略带一丝猥琐。胆大包天的他甚至在树底下撒了泡尿，妈还搁人场地里尿尿，哎呦！不过瘾的金虎又开始研究飞云的玩具，心想这娘们怎么有这么多精致的小玩意，很难不担心飞云会出来给他一顿揍。但金虎似乎毫不在意萌妹的感受，临走前又在木架边上留了泡尿。奶妈看到这幕，已经预感到了他的结局。这飞云明天出来烦死你了，金虎！次日，飞云得知金虎来串过门，还到处撒尿，他呆呆坐着，低头生闷气，小拳头攥得梆紧，看似很安静，实则内心在盘算如何整治金虎。就算有6把锁，都阻挡不了我们金刚芭比。不得不说，金虎没有一顿揍是白挨的，硬生生做没了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金虎小时候特别喜欢和萌妹贴贴，两熊鼻尖对鼻尖的画面满是粉色泡泡。因为飞云打小就喜欢吃吃喝喝，金虎就甘愿做他的提笋小弟，还会主动帮萌妹剥笋皮。当飞云、金虎、妙音3小只来到大连后，大胡子也总是找萌妹贴贴玩耍，就连去小卖部也要和对方靠在一起。就是说有青梅竹马的 buff 加持，金虎还能把飞云惹到丝毫不想搭理。大胡子真是凭实力单身，原来我们都被地主家傻儿子骗了。其实他背地里有800个心眼。都知道金金四海的床又大又宽敞，与之对应的就是7载的纯欲风，他甚至得蜷起身子才能勉强躺上去。明明是日进斗金的地主家傻儿子，却活成了家徒四壁的五保户。网友们纷纷谴责元芳这是办的不地道。然而万万没想到，这个小桌子其实是7载的饭桌，它不仅有4海同款豪华大床猫爬架，甚至还有个贵妃池，既能喝水也能洗澡。而7载之所以喜欢待在角落的饭桌上，或许只是单纯的想让奶爸死网上，这谁看了不得感叹一句，笑出强大。同样致力于坑爹的还有显眼包灵颜，只见他蹲在滑梯下面抱着木头啃了2口，发现味道不好，直接倒在地上，搭配上一身糖霜，氛围感直接拉满。熊熊我吃不饱睡不好，太可怜了呜。隔壁麦麦听说灵颜这显眼包演起来了，不服输的他先是冒着大雪蜷缩在门口吃笋，回到内场后又开始啃木头糖以充饥。这哥俩直接把奶爸当场逼疯，就差下跪道歉了。而著名影后秦韵为了盆盆奶无所不能，明明前脚刚喝完，后脚就叼着空盆看奶爸，威胁到要么再给我冲一碗，要么你就死网上。眼见奶爸无动于衷，秦韵立马引后附体，瘸着后腿在院子里到处爬，努力营业。看着他想喝口水都得靠前肢努力爬行。游客纷纷投诉元芳虐待大熊猫，瑟瑟发抖的奶爸只能给秦韵倒上盆盆奶，低声下气的恳求姑奶奶再略微出手辟个谣。随后就见秦韵生龙活虎的跑起来了，边跑还边咩咩叫，好爷又是拿捏奶爸的一天。这天萌儿在院里故意吃草卖惨，游客看到后喊话：“二小子别再演了，你别演了。”听懂的他点了点头，扭头走熊。遗憾今天没能让黄连死网上，感觉整个北栋的饲养员都在瑟瑟发抖。毕竟不光萌儿，就连萌兰也开始坑爹了。只见正上演铁窗生活的他含泪啃树枝，表示熊家要饿晕了，姨姨们快把我放出去吧。发现有2脚兽在拍，萌兰表演得更加卖力，边吃边翻白眼，仿佛下一秒就要与世长辞了。要不是看在这小子胖成了阳光开朗大胶囊，恐怕猫粉们真的被他高超的演技给骗了。都知道杨奶爸为了蔓越莓的婚姻大事，很早就开始训练好大儿的后置力量，
没曾想奶爸把他放心上，他把奶爸挂网上。只见蔓越莓训练时突然给羊奶爸跪下，场面瞬间变成饲养员训练熊猫跪地起食。不得不说，滚滚们为了拿捏奶爸真是个显神通。眼前这只甜度超标的大熊猫就是2届颜值天花板北辰，妈妈是知名白富美基地之花北川。北辰有妈妈同款包子脸小眼圈，肉嘟嘟的脸颊上还自带粉色腮红，因为天生微笑唇，看起来乖巧又可爱，就连睡觉都感觉是在做甜甜的美梦。网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甜包。此外，北辰还有妈妈同款土豆腿，并在原地的时候站得板板正正，看上去像是一个熊熊小板凳。果然蚩尤选熊猫当坐骑是有原因的。其实北辰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北霞，但由于当初妈妈北川生仔时不会带娃，不小心划伤北霞的手臂，导致感染截肢，兄弟俩只能从小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长大。因此后来北辰和嘉欣、文静他们合班后，还没断奶的他找到同班女同学要奶喝。同样是宝宝熊的嘉欣被咬得直翻白眼，心想早知道就挂在树上不下来了。这一幕直接把远处的文静都看呆了，饲养员也急忙出声制止，让北辰回家。痛得受不了的嘉欣起身想要挣脱牵制，但奶瘾还没过去的北辰依旧不松。想必这个黑历史将伴随他终身。其实相同的事件还发生在花花和叶身上，当时许多猫粉都调侃叶子是待宰公猫，结果没想到熊家是个正儿八经的小姑娘。看来花花早就知道荷叶其实是妹妹了，为了让北辰戒奶，只能暂时安排他独居。起初小家伙还有些不适应没有伙伴的日子，经常在墙边绕圈听小熊有打架的声音。奶爸见状就给北辰拿了些笋笋转移注意力，小甜包这才开开心心的靠在树上炫饭。之后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北辰逐渐适应了独居生活。只见他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出来上班，随后直奔小水池旁边寻找美味果果吃。但因为天气太热，奶爸把零食放到了阴凉处，溜达一圈都没找到的北辰直接生胖起，疯狂打滚霍霍草坪和可怜的小树苗，感觉奶爸再不道歉，院里就要寸草不生了。吃饱喝足后，北辰就会挂在树上，笑眯眯地欣赏硕大的后花园，仿佛在思考下次该改造哪块区域。不仅如此，北辰还是下班困难户，下班时间奶爸亲自来接他回家。没睡够的北辰直接恶龙咆哮，不得不说奶凶的模样也很可爱。有时一名饲养员实在应付不过来，奶爸们就会骑上阵把小甜包抬回去，这架势和过年抬年猪有的一拼。如此可爱甜美的仔仔，网友们爱了吗？自从金虎碰了飞云最爱的小白象，萌妹已经2天没有碰过这个玩偶了。都知道先前飞云的小白象落在了通道内，刚好被路过的金虎发现并把玩了一回，随后就熊熊碎碎的把小白象叼走了。不过据说他只是帮萌妹放在了门口。第2天奶妈发现后把小象还给了飞云，以往会赶紧把玩偶抱起来亲亲抱抱的萌妹，此刻却狐疑的趴在扶手上仔细闻气味，最终确认了小白象被金虎碰过。接下来2天小象都孤零零的待在椅子上，而飞云为了堵金虎更是直接睡在过道里。只能说终究还是大胡子扛下了所有。其实这已不是金虎第一次被嫌弃了，先前妙音假运大胡子代替他营业，不可避免的在场地内留下了气味。而当妙音出关开始照常营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抱枕有一股金虎的味道。妙音感到不可思议，低头仔细辨别，确认无误后，气的直接一巴掌扇飞抱枕，心想臭男熊拿过的东西我可不要，就连半截绳子都被嫌弃的甩到一边。紧接着妙音开始满院子搜查，只要物件上沾有大胡子的气味，妙音都一股脑打包扔到了水池里。路过大轮胎时也不忘踹上一脚。看到一向恬静的妙音变得如此疯狂，隔壁飞云都惊呆了，心想怕了怕了。虽然妙音丝毫不掩饰对金虎的嫌弃，但大胡子并不介意，还很喜欢找他聊天。金虎每叫一声妙音都会狗叫驱赶他，要知道熊猫生气才会发出这个声音，足以见得妙音究竟有多嫌弃大胡子。而奶妈也忍不住维护自家好伴。妙音，你说金虎和你唠一会儿就唠一会儿呗，你老含糊他干啥？真是的，你看你这个小姑娘啊！不得不说，金虎就是熊猫圈第一大冤种了。不仅被青梅竹马长大的飞云妙音联合嫌弃，就连素未谋面的月亮也对他2度嫌弃。金虎喜欢吗？眼睛瞪大了，眼睛瞪大了，不要金虎，不要金虎。或许是金虎的长相在熊猫圈不吃香，当操心婚姻大事的奶妈给月亮看照片时，她缓慢地挪开视线，沉默震耳欲聋。但为了让可怜的金虎能早日脱单，快要结束时，奶妈再次掏出她的照片，果不其然，大胡子再度被月亮嫌弃。或许金城虎天生就是光棍的命吧，唯一脱单机会就是和飞云去印尼那次，只可惜当时的印尼突遭海啸被耽搁了，再次启动就换成了别的熊猫夫妻。只能说大胡子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毕竟萌妹羞羞的铁拳可不是好惹的。
为期15天的丹麦爱情泡沫剧拉下帷幕，星二毛笋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这已是两熊约会失败的第5个年头了。其实今年星二对毛笋产生了兴趣，可惜被记仇的牛骨鹿毛笋嫌弃了。只见熊熊碎碎的星二刚靠近铁门，笋妹就立即发出警告的声音驱赶对方。听到星二示好的咩咩叫，他更愤怒，一连串怒吼把星二吓得一溜小跑逃离。只能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其实两熊合笼第1天毛笋主动过，可惜星二这个傻憨憨一直在干饭，就算不耐烦的笋妹把屁股撅到他脸上，星二除了闻了闻以外没有其他回应。好不容易两熊兴致都起来了，打算造娃，可没曾想星二这小子压根就不会本教，气得毛笋当场动手把他顶到了栅栏边上。怂怂的星二害怕的缩在墙角不敢再靠近。可以说两熊一直在彼此错过的怪圈里。关于毛笋，星二要等363天才能再次约会。丹麦奶妈表示无法用语言表达此刻的失望，毕竟他们只能继续眼馋国内的可爱幼崽。眼前这只腻歪在奶妈怀里的熊猫仔仔，就是23届颜值天花板咸咸仔，因长相标致眉清目秀备受姨姨们喜爱，就连饲养员也很是宠爱它。只见奶妈轻轻地拍拍小家伙的肚子，满脸宠溺地哄他起来吃点胡萝卜。咸咸仔握住小拳拳撒娇要对方喂，被萌到心巴的奶妈只能把他抱下木架。咸咸仔乖乖的双手扶着木桩，张嘴咬住奶妈递过来的胡萝卜，这小模样简直可爱到犯规。此外奶妈还很乐意打扮他和蕊蕊仔，小家伙们带着花环依靠在一起吃笋笋，这温馨的一幕别提有多治愈人心了。如果说23届颜值天花板是咸咸仔，那22届的就是小甜包北辰，肉嘟嘟的包子脸，两颊还有粉色腮红，因为天生微笑唇，看上去甜美又可爱。虽然目前他因特殊原因正在独居，但小家伙每天都勤勤恳恳的营业，就连吃饭也要面对着游客。看着北辰小年纪就能熟练包竹竿皮，姨姨们的彩虹屁就没停下来过。果然没人能抵抗小甜包散发的魅力。此外，芒小五也是熊猫圈新晋顶流。小家伙凭借魔性翘臀成功登上热搜。这天，小五突然翘起尾巴，抬起后脚，摆了个他腰撅定的妖娆姿势。据说小家伙是用力放了个屁，果然是拉屎都被夸可爱的年纪。小五这一动作不知击中多少姨姨的心巴，有这么多可爱仔仔时刻散发魅力，也难怪星二毛笋相亲失败后，丹麦奶妈会如此一萌。萌二就是全网最讲究的大熊猫吧，每天黄脸奶爸都会在床上铺好凉席枕头，萌二困了就板板正正的躺上去睡觉，这姿势像极了过年待宰的香猪。起床后会自己动手把凉席叠起来，如果脏了就拿去洗洗晾晒。聪明的萌二还会用手把褶皱捋平，一整个就是生活能自理的娃。后来萌二又得到了新家当一条毛巾，爱干净的他起床后会用来擦脸擦头发，平日吃饱饭后也会拿毛巾擦擦嘴巴。很难不怀疑萌二皮套下藏了个人。都知道很多小熊不在意形象，边吃边拉，可我们萌二却是会定点定时的讲究熊，每次都会专门来到外场上厕所，犯懒的时候就会拉到妈妈的粉碗里，这样就能方便黄脸奶爸收拾。只能说不愧是萌笑笑笑死萌萌啊！而他的哥哥萌大不仅会用毛巾擦脸，就连跟奶爸催加餐时也有固定流程。并且如果门开着的话，萌大会伸手将门关上再梆梆敲，一整个要成精的前奏。都知道金嘟嘟从小就不爱干净，偶尔洗次澡也要马上去泥地里打滚，直到浑身上下都裹满泥浆才肯罢休。而香果更是从小被誉为挖煤小童工，刚上班白白净净，下班时直接变成美酒，就连亲妈香槟都不想搭理熊孩子。别的小熊不愿下班时，饲养员会亲自抱回去，而香果因为太脏都是被奶爸骑着往回赶，恐怕论谁都不相信他的奶奶是洁癖公主成功吧。但事实上很多大熊猫都很爱干净，脱星元小每次都会到特定地点解决内急，甚至洁癖到每次造完青团还要去洗地，简直比两脚兽还要爱干净。别的小熊有睡地板或者屎堆里的，而元小就很讲究，总是睡在木床上，内睡也不会造的到处都是青团。下雨天别的小熊都会待在外场玩耍，但桃邦死活不愿出去玩，生怕身上沾水。不得不说大熊猫活得比两脚兽还精致。雨涵大熊猫乐宝每天早上都坚持洗脸，左搓搓右揉揉，别提有多仔细了。洗完脸的水再洗洗脚，主打不浪费。都知道八里台二姑奶奶喜乐，脾气暴躁不好惹，经常拿捏奶爸，但其实熊家也是个爱干净的小姑娘，就算门口有点脏水都要奶爸弄干净再进去。就比如说门口有点脏水啊，或者门口有点那个什么玩意儿，你就在那看着，你不把这点水或者把这点脏东西给我弄下来，我不进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熊。果然喜乐能被叫二姑奶奶是有原因的。网友们还知道哪些讲究的小熊呢？飞云就是个方面都很完美的小熊吧，不仅长相绝美，脑子也是1顶1的好用。这天饲养员为了让萌妹活动身体，特地把好吃的笋笋放到了滑梯中间，飞云卡在滑梯边缘伸长胳膊去够笋，反复尝试几次却都还有一段距离。原以为这下萌妹终于能玩滑梯了，可她才不任人拿捏，直接把抱枕扔下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到了笋笋吃，把周围的游客都惊得一愣一愣的。这么聪明呀，谁这么聪明呀？用抱脸把它给
只有暴力把他给打下去了。而第二天，奶妈为达到目的拿走了抱枕，飞云起身扶着滑梯，试图够最上面的一根笋，心想一天天的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干了。紧接着，萌妹爬上木架，打算从上面去取，甚至还思考了下要不要扔最爱的小白象。但好在这次距离近，很轻松就到手了。就是说，飞云这智商高低得上个清华北大。都知道萌妹拳打金虎，脚踢妙音，殊不知打架也是要讲究技巧的。每当被妙音压制时，飞云就翻滚躲避，眼看外甥女越打越上头。隔壁金虎急得嗷嗷喊：“别打了，别打了！”只能说，如果胡子是联动第一话痨，那飞云则是乖巧聪明的美女学霸。一次，奶妈把苹果放到了闺女手里，萌妹想吃，却发现爪爪收不回来了。正当奶妈好整以暇想看她如何解决时，飞云却表示小意思，瞧好半天，随后就伸出另一只手把果果塞嘴里，动作一气呵成，把奶妈都给看呆了。果然，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萌妹。当飞云挖坑准备干一件大事的时候，机智的他还经常探头观察奶爸奶妈的动向，毕竟万一被抓包，还得被通报批评呢。而飞云不仅聪明，还是超治愈的熊熊。这天不知萌妹看见了什么，呆萌的望向天空，笑得超级开心，就好像那吃了毒蘑菇的云南人。清澈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丝丝愚蠢，只能说飞云这么可爱，拿小拳拳捶一下金虎怎么了？萌妹抱着小白象睡觉时简直美呆了，奶乎乎的小脸，白得要丝的毛发，就是说谁敢信飞云其实已经14岁了。而金虎听说萌妹又在用美貌迷惑众人，又气又急的他也只敢拿飞云的玩具报仇。萌妹察觉小白象上沾满男熊味后气炸，直接趴在通道内，胡子下班通道等。深知打不过的金虎可怜巴巴地缩在树上，奶妈则从栅栏边给好大儿递各种吃的。只能说胡子在窝囊和受气中选了窝囊的受气，看来惹谁都别惹我们萌妹，不然分分钟拿捏回去。看到司汤圆抱住萌兰暖心安慰，才明白大熊猫的友谊有多感人。都知道萌儿是15届的独生子，并且还天生自带吸熊体质，小熊友们都喜欢拉帮结派揉捏它。有次可能是被别的小熊欺负狠了，萌兰独自趴在墙角里伤心难过。司汤圆察觉后，赶紧跌跌撞撞的走去，抱住萌儿暖心拍背安慰。两小只相依偎的画面简直萌化人心。虽然萌兰自小就被迫和萌萌分开，交由不同的干妈抚养，并总是搬家，但好在身旁始终有好兄弟陪着自己。当萌儿想要练习越狱技能时，庆小会跑来当三哥的垫脚石，并趴在墙角帮对方观察奶妈动向。虽然最终没能找到合适的越狱路线，但看着萌兰累到精疲力竭的趴在地上，庆小当即化身按摩师给她活络筋骨，给萌兰舒服的都快睡着了。后来萌儿不幸患上了骨髓炎，下巴红肿的她经常无精打采的趴在地上，庆小便温柔的帮她舔舐伤口，缓解疼痛。当饱受折磨的萌兰独自躲到树上后，庆大也会默默陪在身边给她梳理毛发。回到内舍后，还暖心的拥抱着萌儿，仿佛在说好兄弟，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等到萌兰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后，她终于和日思夜想的伙伴见面了。小家伙们齐刷刷聚集在萌兰身边，庆祝萌儿终于摆脱病魔的折磨。当小伙伴出去放风玩耍的时候，奶妈把萌兰关在屋里，让她好好休息。可萌儿却想跟伙伴们出去玩耍，便哼哼唧唧的冲饲养员撒娇求开门。但奶妈担心萌兰的下巴会再次受伤，不顾这小子撒娇卖萌，坚决不肯答应。或许是因为萌儿卖惨的声音太大，小伙伴们闻讯赶来，纷纷出现在窗前，随后果断放弃在外场玩耍的机会，一个接一个的回到房间陪萌兰。果然，任何物种之间都有真挚的友情，而萌兰之所以能收获一众小熊友，绝对离不开她聪明暖心的性格。当年庆大越狱时被卡住动弹不得，萌儿赶紧上前营救，使劲拽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终于营救出来。而当美奶妈想要抱走庆小时，萌兰和庆大会紧紧拉着不肯让他走，心想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三兄弟。此外，萌兰的好兄弟还有小雅，他最喜欢的就是抢萌儿手里的竹子吃，即便地上还有很多，小雅也只喜欢三哥严选，毕竟他知道萌儿从不会因此跟他翻脸。如此真挚的友情，怎能不让姨姨们心软软？只希望所有小熊都能遇到有爱的伙伴，熊生每一天都要健康快乐，开开心心。四喜丸子过生日有多热闹？6月23日是双重喜庆的5岁生日，前一天虫洞奶爸天团就开始布置场地，放上了为龙送的大秋千及定制浴缸。不得不说，金主爸爸真的是用心了。生日当天，院长一早就挂上了横幅，并给四喜丸子准备了豪华生日蛋糕，以及成人酒酒杯上刻了熊熊的名字。不得不说，这仪式感让两脚兽都羡慕。一切准备就绪，寿星们闪亮登场，摸了摸新玩具后就被生日蛋糕吸引。紧接着几熊排排坐，开始打麻将，画面和谐到根本不像一群成年熊。但虫虫身为组合中的搅屎棍担当，一天天根本闲不住，只想找点乐子。只见他吃完蛋糕后就霸占了新秋千，庆妹也想玩，却被一个大鼻兜直接打懵，随后就连滚带爬的去跟喜姐告状。虫虫则翻着小白眼，一脸傲娇的表情，这天下迟早会变成我蓝虫虫的。而当瞥见哥哥啃完蛋糕趴在桌上休息时，倍感无聊的虫虫猪蠢蠢欲动，又想搞事情。只见虫虫身子一歪就抢占了麻将桌，双总气恼之余给了弟弟一个泰山压顶，可虫虫非但没有见好就收，还一掌甩过去，把措手不及的双双打得一脸懵。俗话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回过神的双双气势汹汹地朝弟弟走去，
毫无防备的虫虫猪当即吓得一激灵。你不要过来啊！随后双双凭借大体格把弟弟挤了下去。虫虫猪无能狂怒，一口咬住对方大脸蛋，那架势恨不能把双总的皮套给扯掉。好在双双看在大喜日子的份上，始终强忍怒火，没跟臭弟弟计较。要是照大宝哥那暴脾气，早就把虫虫猪给揍出狗叫了。只能说虫虫不愧是搅屎棍担当，不是在撩架，就是在去撩架的路上。其实虫虫猪的名场面还有很多，小家伙不仅凭借考拉预兆火遍全网，玩起秋千来也是一把好手。只见双总和喜庆姐妹正在喝盆盆奶，虫虫猪突然荡着轮胎秋千闯入镜头，小家伙满脸笑意，别提有多悠哉了。就是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岁月静好，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快。从小用一个姿势喝奶的4小只，如今已经5岁步入了成年，不知未来还能在一起多长时间呢？但只要每只小熊都能健康快乐，相信姨姨们也都放心了。眼前这只又秃又车的小熊，就是萌妹飞云的弟弟云涛，目前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当痴情种。云涛格外迷恋隔壁大美熊朵朵，为了讨心上熊欢心，他不仅把自己的玩具通通分享给对方，还会像孔雀开屏似的耍乖卖萌。只是云涛的满腔热血换来的却是朵朵的爱答不理，甚至有时看到云涛过来，他扭头就走，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有时朵朵心情好亲了云涛一口，这小子能高兴的一整天不吃饭，而朵朵不搭理他的时候，他就难过的吃不下饭，蔫蔫的趴着。这绝对是恋爱脑无疑了。奶爸们为云涛的爱情操碎了心，为排解他相思之苦贴心安排了梯子，这样云涛就能爬上去远远眺望朵朵了。对此萌兰表示报告，我也想要。奶爸还特地把2熊的躺椅并排在一起，云涛可以边吃串串边和心上熊约会。虽然朵朵并不愿意和这个傻小子约会，奈何果果的诱惑实在太大，只能委曲求全。而园长为了促进2熊关系的发展，更是苦口婆心的劝说朵朵：朵朵过去再聊5块钱的去，过去聊5块钱的，就5块的不多啊。云涛看到朵朵过来，激动的恨不能钻过来，可对方只是瞅了他一眼就转身离开，急得云涛不停点头示意园长再去谈判。不得不说，女明星出场费就是贵1秒值5块。朵朵和娄阿宝一样有个爱心耳朵，不同的是阿宝的耳朵是被7仔咬的，而朵朵的爱心耳朵则是天生的。有时朵朵会隔着铁网用耳朵诱惑云涛，这小子压根就舍不得像7仔那样重拳出击，反倒被迷得七荤八素，他在朝我发射爱心眼。然而当云涛伸耳朵时，朵朵直接上嘴咬，对此这小子还喜滋滋的，为什么他只咬我不咬其他熊？他绝对是喜欢熊家。不得不说，云涛的恋爱脑程度和金虎有的一拼。而朵朵之所以对这小子爱答不理，是因为云涛有2副面孔。别看平日又是分享玩具又是耍乖卖萌，可一有零食吃就把躺椅掀翻挡着不给看，甚至还会隔着铁网偷拿对方的笋笋吃。因此云涛的爱情火苗就这样被自己掐灭了。不过也有可能是2熊之间的家族羁绊，毕竟云涛的亲姐姐是萌妹飞云，而更炸裂的是朵朵的亲弟弟是金虎。金虎怕飞云，朵朵却压云涛一头。不得不说，上天还是公平的。看到飞云被奶爸奶妈宠成公主，才明白国内饲养员有多爱大熊猫。为了庆祝萌妹飞云的14岁生日，奶爸奶妈忙活了2个多小时布置场地，举办了场主题为奥运会的生日趴。相较于金虎的纯手工竹制自行车，萌妹的则是点缀小星星的粉色杠铃，看上去既暴力又少女心十足，完全符合飞云金刚芭比的外号。生日礼物有奶爸准备的暴力小熊，上面还绣着飞云的名字缩写，旁边放着用竹子木头块做成的足球，以及萌妹最喜欢的小黄鸭玩具。能看出奶爸奶妈是真的用心了。生日蛋糕上放满了飞云爱吃的果蔬，冰块里则是粉黄色玫瑰，主打精致，就连出场必经之路上都插了2排花。就是说这放眼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飞云出场后没有像金虎那样大闹生日宴，而是认真看了看奶爸奶妈准备的惊喜，全程温温柔柔，生怕糟践了对方心意。如此懂事，难怪能成为园方心尖上的熊。据说有次飞云吃累了倒头就睡，结果游客误以为他晕倒了。远在另一个山头的大园长听说后，边掐人中边火烧火燎的坐车赶过来，生怕宝贝闺女出什么意外。都知道夏天天气炎热，熊孩子们更爱待在凉爽的室内。即便如此，饲养员也从不强迫飞云营业，而是做了个告示牌代替萌妹上班。就是说联动啥时候出周边啊？奶爸奶妈的作品简直不要太可爱。如果说萌兰是熊猫界的治愈系天使，那飞云就是掌管2角兽审美的神。肉嘟嘟的仓鼠脸，圆圆的米奇朵朵，好看到不禁怀疑他有专业的妆发团队打理。甚至飞云就连打喷嚏都是面带笑意，溢出屏幕的甜美度简直萌化人心。当奶爸千呼万唤请飞云公主下班时，萌妹却边打喷嚏边假装听不见，傲娇又可爱的模样瞬间让奶爸沦陷。心想反正时间还长，宝贝多玩会。当奶爸给乖女儿加餐的时候，他顾不得吃饭，全程眼神追随对方，笑容甜美到仿佛吃了一整罐蜂蜜，最后还不忘来到墙边感谢奶爸。如此懂事乖巧的小熊是谁能不爱？飞云不仅凭实力赢得饲养员宠爱，还让工作人员主动站出来替他辟谣，表示萌妹没有300斤而是299.5斤，并且也没有吃青团而是把玩了一回。
至于萌妹私底下烟酒都来的谣言，应该是看不惯他的金虎编造的谣言，只能说这小子被飞云揍一顿就老实了。原来飞云能成为金刚芭比，全都是妙音金虎惹的祸。都知道前几天飞云过生日时，奶爸送了他可爱的暴力熊玩偶，萌妹喜欢到睡觉都要抱在怀里。然而妙音来到飞云场地营业后，这妮子竟直接把暴力熊劫持回熊舍，3下2除2就将胳膊给拆了下来。好家伙，这是真不怕萌妹羞羞的铁拳啊！或许是生怕飞云找妙音报仇，奶妈赶紧把玩偶胳膊缝了回去。但瞒天过海的招式骗不了萌妹，飞云抱着暴力熊满眼心疼，还试图把玩偶胳膊给他安回去，委屈巴巴的模样令姨们心疼。其实不仅是暴力熊的胳膊被扯坏，萌妹经常抱在怀里爱惜的熊猫玩偶，到了妙音手里直接3连摔，最后叼着玩偶在木架上疯狂甩头。对此飞云表示下班别走，门口等你。只能说萌妹能变成不好惹的金刚芭比，妙音和金虎都要负50%的责任。毕竟飞云睡觉都要抱着的小白象玩偶，则是惨遭了大胡子的毒手。眼看自己最爱的阿贝被沾满男熊味，飞云气得在通道内连睡4天躲胡子，睡醒后也要把竹子拿到通道内吃，生怕一不留神就让胡子钻了空子。毕竟当初金虎就是趁飞云不注意，趴在栅栏边上偷了他2根笋笋吃，并且还趁萌妹不在偷偷溜进他家里，光明正大的撒了2泡尿才满意离开。飞云明天弄死你金虎啊！只能说如果一个邻居作妖就够烦熊了，那2个邻居同时整活则最为致命。这边金虎拿着竹筒整活叮铃哐啷的，另一边妙音疯狂搓盆严重扰民，搞得飞云连睡个午觉都睡不安生。难怪家族里脾气最好的萌妹，如今就连眼神都是满满的杀气。这天妙音闲来无事玩起了饭团，那声音跟过年放的鞭炮有的一拼，把正在睡美容觉的飞云吵醒了。满腔怒火的他当即摆出战斗姿态，四处张望搜寻罪魁祸首。妙音感受到背后惊人的杀气，心虚的他紧紧抱着怀里的饭盆，还被滚到脚边的玩具球吓得一激灵。我把盆藏起来就不是我干的。只能说金刚芭比的强大气场不是一般小熊能承受的。就算金虎屡次大胆撩拨飞云，甚至面前还有安全的玻璃墙阻挡，可当看到对方杀气腾腾的眼神后，还是会吓得落荒而逃。并且当听到隔壁萌妹的叫声后，什么都没做的金虎也会下意识害怕，担惊受怕的模样又可怜又好笑。果然亏心事做多了真的会莫名心虚。